陈志，给你个机会，做我假男朋友。不愿意。喂，妈，我其实早就有男朋友了。家父，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哦，记住了。哎，你等一下，你帮我拿一下。你看，我让你记在这儿，不是这张破纸条上。你当着考试作弊呢？我怕我忘了。你要是敢忘了，你的下场就跟这张纸条一样。快点的！哎，伯父，家父，别叨叨了。我妈喜欢沉稳内敛的，一会儿给我稳住了，听见没？听见了。沉稳稳重。哟，来啦！哟，妈，哎，进来啊，站着干嘛？进来。这是我男朋友陈志。伯母好。那你进去吧，愣着干嘛？哦，怎么回事？怎么是他呀？啊，伯母，来之前，伯母听说您特别喜欢吃干果类的零食，这次来特意给您买的。连我喜欢吃什么样的零食都打听到了。小陈啊，你有心了啊！伯母，这个是我上个月去瑞典，在当地买的保健品，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很有帮助。哦，瑞典买的呀？是啊，妈，这个保健品啊是瑞典最好的了，而且可贵了。哦，贵不贵倒在其次。听说瑞典环境好，纯绿色无污染，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谢谢你啊，小陈。哎，谢谢。伯母，您先吃，您要是吃好的话，我再给您买；你要是吃烦了的话，我再从其他地方给您买。哦，小陈啊，你经常出国啊？啊，休假的时候会去欧洲，家里人在那边有些生意。生意？开餐馆吗？啊，我是听人家说，中国人在外面开餐馆，挣钱挣得老多了，挺好，挺好。妈，不开个餐馆那叫啥生意啊？陈志他们家是做跨国古董生意的，一下古董能抵不少餐馆呢。小生意，小生意。古董啊，啊还跨国，啊，那不是小生意呀，大生意。这孩子还挺谦虚的啊，这么大的生意。哎呦，不对，你还记得吗？上次在医院里头，你不是亲口告诉我说你爸爸妈妈是普通工人吗？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嗯？哎呦，干什么呀？阿姨，对不起，其实我爸……妈，陈志他家庭条件是不错，但是他这个人为人很低调，平时在医院里啊，就不希望别人能把他当成富二代，就对大家都说自己父母就是普通工人。哎呦，这干什么呢？这孩子，这有钱又不是什么坏事情，说是吧？就是太低调了你。花儿，那你们两个现在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呀？考不考虑结婚呀？妈，我们俩还年轻呢，还没有公开呢，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呀？
要不是您逼得紧，那我还不好意思把他带家来呢。瞎说，你们两个都不年轻了，你们两个就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嘛。小陈，你说呢？是伯母，结婚的事情我们有计划的，但是我们现在想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对，家父家母也是这样认为的。你看看人家家教多好，真好啊！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的，是叫家父家母的。请问，妈，您看现在都几点了？咱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哦，对了，最要紧的事情忘了，你来不就是来吃晚饭的吗？小陈，你坐一会儿啊，菜呢都已经烧好了，我只要热一下就可以了呀。麻烦伯母了。哎呦，坐，自己人嘛，不要客气，来，你来帮帮我，帮帮忙吧，进来，坐啊。你给我帮忙呀！这个小姑娘，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敢瞒着我。我不是怕您知道这件事儿，逼着我们结婚吗？逼着你结婚，那还不是为了你好啊？为了我好啊！您瞧瞧，您找的那都是什么人？我要真跟那样人结婚，您能放心啊？我要是不下狠手，你会把那个小陈带回来？哼！我跟你说，结婚这个事情你要抓紧一点的，知道吗？听见没有？他是男孩，他等得起；你是女孩，你等不起啊！我怎么就等不起了？您这是歧视女性。算了吧，别给我扣大帽子。你妈我就是个女性，结婚的事情伤伤心嘛，好吗？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有主意，您不用操这份心。我不操心，谁操心啊？我跟你说，小陈这个男孩还真不错，你要盯紧一点的。你要是不盯紧了，到时候给别的女孩抢走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知道吗？妈，您说的对，我把他盯死了。小陈啊，你要不要再坐一会儿啊？今天实在太晚了，伯母，我下次再来。喏，阿姨跟你啊还没聊够呢。妈，我们明天还要上班呢。对啊，工作重要啊，别耽误了工作。伯母，回头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我常来，多陪您聊聊天。来，一定得来啊！伯母不嫌烦，伯母喜欢着呢。下次来还给你做好吃的。伯母，不瞒您说，我爸我妈，家父家母常年不在身边，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满满都是家的味道。父母不在身边，可怜了这个孩子。没事啊，下次想吃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我做给你吃呀。好的，伯母，好的，伯母。陈志啊，你要再不走，就赶不上地铁了，让他赶紧走吧。伯母，那我先走了啊。好，路上小心啊。来，送人家。不用了，伯母，必须送，走。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我觉得阿姨对我还挺满意的。你还知道哪边是北吗？北？对不起啊，我确实有点找不着北啊。你知道就好。我妈是对那个假的富二代的你感兴趣，不是真的你，你明白吗？明白。还有啊，如果我妈叫你来家里吃饭，你千万不能答应，只能拒绝，知道吗？知道。行了，今天谢谢你啊，回去吧。你不再送一段了？想什么呢？赶紧走。唐画，我要真是富二代，你会接受我吗？你想多了，不管你是谁，都不会接受你。那我要谁也不靠，就靠我自己呢？
患者被车撞倒，失去意识，血压170/90，心率118。抢救13号床。车后去叫肖医生。好的。您是家属吗？在这稍等一下。醒醒，醒醒，患者叫什么名字啊？醒醒。两肺呼吸阴轻，没有气胸，准备深静脉穿刺支管，零个视野1000毫升扩容。从超声上看，腹腔内没有出血，他一直昏迷，可能是脑损伤，给他安排胸部和颅脑 CT。好。医生，他怎么样？这样治得花多少钱啊？现在还不清楚，具体要看后续检查结果。医生，我听说检查做多了对身体不好，能不能少做一些检查？你放心，我们现在给他做的检查都是必要的检查。他还这么年轻，你不希望他因为检查不到位发生什么意外吧？那行，那该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吧。谢谢啊。2床患者今天怎么样？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就是血压还有点高。哎，我听说肖医生中午刚接了个病人。啊，听说是车祸转 EICU 了。哦，这么严重啊？那肖医生最近患者这么多，他能忙得过来吗？没问题吧？哎，这样你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哎，你别说是我让你去的啊！啊？说是我让你去的，行，去吧。啊。患者呢有多处的体外擦伤，比较严重的是因为头部撞击引发了硬脑膜外血肿，要尽快进行手术。那手术好不好做呀？会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啥的？如果尽快做手术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那就好，那就好。陈医生，怎么了？啊，肖医生，我没事，我没事。啊，那就赶紧给他手术吧。我们会尽快的。啊，谢谢。有事你就说吧。啊，肖医生，我听说你有一个颅内血肿患者，我想跟您学习学习如何诊治。我在跟家属交代病情。唐医生在那边，有什么疑问你先问他吧。啊，那我先去找他。不好意思啊。没事。你怎么来了？我想跟肖医生多学习一下，先进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现在是工作时间，要用这种方式接近我，我只能告诉你，请你马上出去。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来学习提高医术的。你先跟我介绍一下那位患者的情况吧。你是向肖医生学习，不是向我学习，我没有义务向你介绍。我们会安排神经外科的专家尽快做手术，在这之前还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所以还要在这里再住上几天。啊？还要在这住几天啊？医生，听说你们这个 ICU 费用可高了，能不能转到普通病房去啊？必要期间还是住在这儿吧。啊，哎呀，那得多少钱呢？等一下护士会给您一张缴费单。肖医生，患者醒了，过来看看吧。啊。我怕死了，他人呢？我帮你看看啊。外边没有人。这是什么爸呀？自己女儿醒了，
他人都没了。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他应该是去交费了。正好，我跟你说说你的病情。就煮一杯啊，有点自私吧你？你手残不会自己煮啊？萧燕也不手残，怎么有人眼巴巴给她煮咖啡呢？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世界呢，有时候就是不公平。不服气啊？啊？重色轻友呗。白老师，我了解了一下，那位患者是车祸引起的硬脑膜外血肿，还查出有胶质瘤。肖医生安排好了，先颅骨钻孔清血肿，再做开颅手术。行，没什么事儿，去巡房吧。啊。我特别喜欢看你这副想出风头而出不了的表情，不能帮萧燕排忧解难，展示你的男性雄风，特是往往。我就发现你啊，越来越有那个长舌妇的潜质了。不用反驳，继续保持，这样挺好啊。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你就能开一个新的科室，到时候啊，你可就是元老，权威，真服。变性科，太恶心了。你不做手术，你呢？虽然现在看起来没事儿，但是医生，这些可能出现的后果，你们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你们现在说的也都只是假设，并不一定会发生。我真的不能做手术。为什么呀？如果我做了开颅手术，多久能出院？多久能恢复？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是一个芭蕾舞演员，1个月以后我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错过。那是表演重要还是你命重要？表演重要。哎，你这孩子……那这样吧，我们医院呢一向尊重患者的意愿，既然你不想，我们也不勉强了。肖医生，但是你的治疗方案呢需要家属签字，请你联系一下家属，请他们尽快来一趟。他现在别说跳芭蕾了，就躺床上一动不动，都很有可能会脑疝。他现在得尽快手术啊！确实是。那你刚才不让我说？患者态度很坚决啊，咱们怎么劝也没有用啊。那咱们就听任之不管他了。所以啊，等家属来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作为医生呢，咱们只能提供医疗上的建议，毕竟还是他的家属更了解他。家属就他那个爸，他可指望不上。一说到手术，他首先想到就是钱。患者不肯手术了，倒是给他省钱了，说明他还高兴呢。哎，唐医生，你是什么时候脑补出了这么多的故事呢？不过他那个爸爸看起来确实比较拮据，在意钱也是很正常的。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患者穿的倒是不错，手机也是最新款的，应该不是重男轻女，那就是吸血女儿榨干辛勤老爸。唐医生，快坐，把你刚刚编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这不是担心患者吗？医生，您上哪儿去了？您女儿都醒了。我不是身上没带钱吗？我这不出去筹钱去了，这是1万块够不够啊？其实如果不做手术的话，用不了这么多钱。不手术？不是，怎么又不做手术了呢？不是说他的情况很危险吗？胶质瘤确实很危险，但患者担心1个月以后的演出，所以坚决不做手术。啊，那要不就先不做手术？不做手术怎么行啊？作为家属，我还是希望您能去劝劝患者。是呀，我知道您是想省钱，可是钱重要，还您女儿的命重要啊！不是我，别这么说，要不然您跟我们一起去劝劝他吧。走。哎，医生，要不你们去劝他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只是医生，我们劝他也不听啊。您可是他父亲，他要是有什么事儿，那你我真不能去，我还那么小。我们是患者家属，我女儿叫方静轩，她给我们打了电话说她被车撞了。你们是方静轩的家属吗？是啊，我是爸爸，他在哪儿？哎，你别走啊！他刚才说他是方景轩父亲，你们认识吗？我认识啊，他谁呀？您没事吧？暂时稳定了。这人到底谁啊？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可是就是他送你来的医院，他还带了1万块钱给你缴的治疗费用。真不认识。那这个人是谁呀？想起来了，他好像是撞我的那个司机。怪不得。开车不长眼睛啊，把我们家轩轩撞成这样。郑律师，你现在马上到通山医院来。对，现在。说起来，这司机是个好人，撞了人没跑，还把人送医院来了。要真赶上不负责的，早跑没影了。看这一家人有权有势的，再找个厉害的律师，这司机要倒霉了。请的律师再好，也得按法律办事儿啊。司机撞了人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我相信法律也不会冤枉他的。就这个司机，让他拿1万块钱都那么费劲，要是再让他怎么着，我看他连律师费都付不起。我记得国内好像有法律援助，你就别操心了，联系下司机的家属吧。好。从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骨折迹象，所以我建议回家休息。如果后面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再来找我。谢医生，谢谢医生。进。怎么了？白老师，有个事儿跟你说。说。我听林芝说，肖医生好像遇到困难了。什么困难啊？他接诊的那个胶质瘤患者不愿手术。为什么？好像因为跳芭蕾舞。你这事儿给我说干嘛呀？不是你跟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啊。肖医生，我们劝过他了，不行。拖延的时间越长呢，硬脑膜外血肿出血扩大的风险越大，而且患者现在还有胶质瘤，现在去跳舞那不是跳舞，那是去自杀。安平，要不咱们再去跟轩轩说说？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轩轩的那个脾气。医生，我们轩轩打小就很有主意，他决定的事儿，就算是我和他爸也改变不了。尤其是跳舞这件事儿，他更不可能听我们的。患者这么坚持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能跟我说说吗？其实呢，轩轩心里有一个愿望，他要登上马林斯基的舞台，跳一曲《天鹅湖》。轩轩小的时候呢，我和他妈妈工作都忙，他是奶奶带大的。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啊，在苏联留学，她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她本来是有机会登上马林斯基的这个大舞台，跳上一曲心爱的《天鹅湖》的。可是后来一次意外，她的腿受伤了，从此不能再跳舞了。她就把这个愿望寄托在了轩轩的身上。轩轩呢，也许是遗传了奶奶这个跳舞的基因，他从小到大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惜的是，轩轩10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从那以后啊，他就给自己发了一个誓，一定要登上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去完成奶奶的这个遗愿。1年多以前啊，马林斯基剧院呢给他们剧团发来了邀请，他非常高兴。
这1年来啊，他把整个的心血都花在了刻苦排练上。你想想看，因为这个手术，不能让他这次去登台，这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那我就明白了。医生，要是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的话，以后还能再跳舞吗？患者的胶质瘤呢，长在功能区，虽然不大，但开颅手术会对脑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拉扯损伤，术后功能障碍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他有可能不能再跳舞了，是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哎，我是想说，如果萱萱不能跳舞的话，这等于是断送了她的一生啊。现在确实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可以给患者颅骨钻孔，清除血肿，好让血肿呢不压迫到肿瘤。而且颅骨钻孔属于微创，正常的话，术后1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好啊，那就做呗。但是出院了并不代表他是痊愈了，患者至少要休息3个月，而且还要不定期的来检查。这期间也不是说不能跳舞，那作为他的主治医生呢，我并不建议这样做，肿瘤还是要尽早切除比较好。您的意思是，咱们先做那个微创钻孔手术，等他演出回来以后，再做开颅手术。这个手术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还要进一步会诊。按照您的这个新的手术方案，萱萱这个肿瘤会不会在她的演出期间出现危险？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在这期间，患者要不停地服用抗癫痫药还有止疼药，他自己会比较辛苦，所以作为他的家属，你们还是应该劝劝他，尽早把手术做了。肖医生，我觉得这件事先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要是知道自己将来不能再跳舞的话，他绝不会同意手术的。但患者是成年人了，而且手术的结果会对他人生造成很大影响，你们不应该瞒着他。你放心，只要手术成功，我们不会找你的麻烦。哦，倒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并不怕担责任，我只是觉得患者有知情权，这件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决定。好吧，夏医生，我们听你的。娘，不过我觉得这件事还是由我们来通知的，这样他可能好接受一点。也好。那医院这边呢，我们会尽快出一个知情同意书，你们还是尽早跟他谈谈，让他把字签了，我们也好安排手术。萱萱，我和你妈跟医生仔细咨询过了，你这个手术啊，不算什么大手术，而且恢复很快，都不会耽误你跳舞的。对，不耽误，不耽误，不会有后遗症啊。爸妈，你们不用再劝我了。这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只要能让我完成这次表演，就算死了我也认。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妈，不用再说，我是不会改变主意。萱萱，我们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奶奶，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奶奶在身边，她会怎么做？她一定会让我手术。所以呀，咱们不能让奶奶失望，对吧？可是奶奶已经不在了。哎，奶奶不在了，我和你妈不在你身边吗？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和你爸爸想想。我和你爸就你这一个孩子，要是你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活呀？妈，我就去跳个舞，不会有事儿的。可你不能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呀，萱萱，你就听我和你爸这一回吧。哎，行了，别劝了。萱萱，爸爸就跟你说最后一句话。你看看，我和你妈都这个岁数了，你可是咱们家唯一的希望。
你认真的好好想一想啊。咱们让他好好休息吧。走。谢谢。行了，我和你爸。别逼他了，走吧。妈，爸。医生，您是急诊科主治医师白竹。哦，白医生。白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吗？开颅手术之后，你有可能再也不能跳舞了，这是有风险的。哎，白医生，这话咱们能不能到外面去说啊？爸，听他说完。哎呀，你别听他瞎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咱们主治医生。爸，颅骨钻孔清除血肿，加上开颅切除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1个月之后就去跳舞，根本不可能。白医生，你身为患者，有知情权，所以我才告诉你真相。但其实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什么办法？我们先帮你清除血肿，降低再出血、压迫胶质瘤的可能性。等你演出结束再回来，开颅切除肿瘤。这个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做的。白医生，你看看，要是耽误了萱萱的治疗，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为什么要对我女儿这样？她是你女儿，你比我更了解她。如果她做完手术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甚至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那到时候她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儿，用不着你来干涉。每个病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要承担的后果。好，我跟你说不通，我就让你们领导。你们医院就那么不情愿给我女儿做手术吗？啊？哎，你们医院就这种医德医风吗？先生，您消消气啊！这件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啊，我们一定深刻反省，加强教育，改进我们的医德医风。我警告你，我女儿如果有一点点差错，我跟你们医院没完啊！你放心，我们一定给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在手术的问题上呢，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好，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夏医生，有患者啊！方志勋家属跟陆妈闹起来了。主任啊，您刚才点头哈腰的样子可太像个主任了。你别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的，白竹，你做事情能不能动动脑子呀？病人现在不肯做手术，拖时间长了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呢？病人不同意，我们可以再想办法。我们身为医生，必须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嘛。知情权？你现在也懂得知情权了啊？当时在给于明明治疗的时候，谁在那儿极力反对的？那能一样？主任，这件事情我同意白医生的做法。就算是要有知情权，咱们能不能用更聪明一点的办法呀？啊，干嘛非得跟家属起冲突呢？早就跟你们说过 ，EICU 是收治急症的，在应急状况之下，病人和家属都容易激动，容易跟我们产生冲突。你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一句话不对，他就跟你吵吵上了。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哎呀，每天那么多病人，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反正我也没想着要当领导，也不怕被别人告状。哎，主任，您先别生气，患者手术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肯定不给科里添麻烦。我先去忙。谢谢。想不到啊，一向把救治患者放在第一位的白医生，也开始讲究知情权了。哎呀，你可别讽刺我了。
不过呢，这次遇到方静轩，我才发现我真是被改变了不少。怎么说？我呢，就是太想第一时间治好他的病了，反而忽略了患者本人的意愿。我天真的以为告诉他真相，他就会信任我们。可现在他父母这么一闹吧，他会不会认为我们和他父母串通一气啊？做医生可太难了。真难呀！三床今天拔管了，然后还是要鼓励翻身，翻身最好你来做，让实习生在旁边练习看看。好，或者你好，患者家属吗？你们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心梗住院了。你爸是叫张成吗？对，我爸现在怎么样了？送来的时候昏迷了，不过现在控制住了。我带你去看看吧。好，告诉肖医生，九成的家属来了，请他过来一趟。好的。我爸他怎么还没有醒？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你爸爸是因为情绪激动引起的急性心梗，抢救还算及时，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具体的病情要等医生来给你做详细的介绍。回头我们确定了治疗方案，也需要你来签字。好。对了，我爸他是不是撞人了？一个女患者。那严重吗？你们好，我是张成的家属。张成，就是撞了你们女儿的司机。你来干什么？我爸还没有醒，我代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不起。道歉有什么用？你爸害了我女儿，害得我女儿不能如期去表演，她现在连手术都不肯做。阿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家会负责所有的治疗费用的，还有赔偿。拿什么赔偿啊？我女儿的梦想怎么赔啊？行了，不用说了，你回去吧，我的律师会去和你们谈的。走吧。你扣一个赔偿，怎么赔？这是用钱。爸，别再说了，手术我是不会做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病人家属是吧？我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我叫萧燕，这位是唐医生。我爸他没事吧？您父亲呢是急性心肌梗塞，病情暂时算是稳定了，但检查结果显示引发梗塞的血管狭窄度超过了70%，要尽快介入治疗。介入治疗？您父亲的血管现在已经开始闭塞了，时间长了很可能导致停泊死亡。介入治疗呢是将球囊导管通过血管穿刺的方式放入原本狭窄的血管壁内，给球囊导管施压，使其膨胀，撑开原本狭窄的血管壁，病变的血管就会变得通畅。行，那我们做，麻烦你们尽快安排手术。这里是知情同意书，你需要签字的。你仔细的看一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安排心内的专家去做手术了。好。我不做手术。爸，你醒了？爷爷，不做手术。我是您的主治医生，我叫萧燕。您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必须配合我们的治疗，做介入治疗才能救命。医生，我没钱，我不做手术，不爱吃药。爸，我妈去世的早，我爸他怕我受委屈，就一直没给我找后妈。他就这么自己靠着开出租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他为了赚钱，
没日没夜的开出租车，这才患上了心梗。我高考成绩下来了，考上了政法大学，可给他高兴坏了，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开出租车。其实我都知道，他就是想多挣点钱，想给我把学费交上。他不想让我用助学贷款，不想让我一上学就要还债。昨天他又开了一夜的出租车，中午心口疼，这才撞上了那个姐姐。那我知道了，他是因为舍不得花钱，才不同意做手术的。对，我们要赔偿那个姐姐，还要付我的学费，他没有办法。可是，在这时候不能命都不要啊！那我知道了，他是因为舍不得花钱，才不同意做手术的。对，我们要赔偿那个姐姐，还要付我的学费，他没有办法。可是，在这时候不能命都不要啊！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说服我爸的。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做。谢谢医生。我一直以为，在钱和命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可选的，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在很多家庭里才是最难的选择。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帮他，我们去找陆主任。爸，再喝2口吧。我喝了。你把水放那，爸有话跟你说。放那。爷爷，听爸的话，这手术咱不做了啊。爸，你听爸把话说完。你也知道，爸这个胸口疼啊，也不是疼了1年2年了。打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到现在不也好好的没事吗？这医院啊，就怕担责任，所以把小病都往大了说。他们就怕到时候万一啊，出了什么事情啊，就能撇得一干二净的。你信爸的，爸的身体爸知道，绝对没事啊。明天啊，咱就出院，我呢就踏踏实实的去开车挣钱，你呀就踏踏实实去给我上大学去啊。爸，你别再自己骗自己了。你这病我都上网查过了，人家医生说的没错，你必须得放支架。爸，我知道你是不想花这个钱，可现在是在救你的命啊！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啊？这网上的东西你也信啊？这网上坑人骗人的事情还少吗？你信网上的就不信你爸的。咱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爸撞了人，咱得赔人家钱，咱不能昧着良心呀。不行，你还得上大学，我不能躺在这病床上干花钱呀。爸，你已经养了我18年了，以后也该我养你了。傻孩子，你是爸爸的好女儿，爸爸老了你不养我，谁养我呀？从明天开始，我养你，你就在医院里面好好看病，安心手术。你要干嘛呀？我找个兼职，勤工俭学。你胡说什么呀你？我没有胡说，你刚才也说了，以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你就算一天开48小时的出租车，你都挣不够赔他们的钱。我现在找个兼职，还能帮你分担分担。家里的事情爸不用你分担，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上大学，好好学习。你打小
不就是想长大了当个律师吗？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这好不容易考上了政法大学，你不想，你得好好去给我上学，你不能给我分心。爸，没关系的，我还年轻，我有的是精力一边工作一边上学的。你放心，你就在医院里面好好看病，安心手术，以后家里的事情我来扛。你拿什么扛？你要气死我呀！爸，我还活着，家里事情用不着你操心。爸，我已经没有妈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就听我这一次的。爸，对不起，爸到了现在也没脸见你爸了。我找什么钱呀？患者，您可是心脏问题，可不能这么激动。对不起，对不起，爸，你也快别哭了。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这样的，之前有个患者呢和他的家属跟我们医院一起合力创办了一个医疗基金，致力于救助经济有困难的重症患者。刚刚呢，我们也跟陆主任还有基金的负责人说了一下你们家的状况，对方初步同意负责你们家除了医保之外90%的费用，包括住院费、诊疗费、手术费，还有心脏支架的费用，你们只要负责10%就好了。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用谢谢我们，要谢就去谢谢医疗基金，之后他们会有负责人来跟你们对接的。怎么样，患者？手术的事情考虑好了吗？我做，谢谢啊，谢谢。喂？喂，还没睡啊？没有呢，怎么了？啊，我刚想起来那个叫方静轩的患者，就那个跳芭蕾舞的，他同意手术了吗？还没有，还在想办法。哦，没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也不用太着急了。时间不早了，你赶紧休息吧。好，谢谢。那晚安。晚安。该我出马了。这些是我整理的颅骨钻孔手术的成功案例。其实这个手术成功率非常高，我看过你的 CT， 出血不是很严重，只要及时清除血肿，把血给排出去，就不会影响1个月后你的演出。我真能去马林斯基剧院跳舞了。我们先帮你把硬脑膜外血肿给控制住，一般人通常需要恢复几个月时间，但我相信你，你是一个专业的舞者，有坚韧的毅力，1个月之后你就可以重新返回舞台。但你要答应我，演出一旦结束，你要马上回来把病给治好。你该不会被我父母收买，找了一些假案例来骗我吧？你家人告我状都告到我们主任那儿了，我还会和他们串通啊？你也是为我好，别怪他。我可以给你保证，这些都是真实案例。那你得给我写个保证书，保证我手术完可以参加表演。所有手术都有风险，不可能保证100%成功。况且我们医院也不允许我们向患者做这样的保证。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啊？等上了手术台一麻醉，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还不是想怎么手术就怎么手术，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想骗你的话，之前就不会来拆穿你的父母。当时你可是马上就要签同意书了。虽然我不能给你保证什么，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尊重生命，尊重患者的权利。
更加尊重每一个人的梦想。请相信我们。肖医生，轩轩签字了，谢谢你啊。之前呢，由于我心情比较急，对白医生有些误会，对他态度确实不好。这样，我会当面跟他赔礼道歉，对不起。是啊是啊，要不是白医生一大早过来，耐心给轩轩讲解，轩轩也不会这么快就答应做手术的。哎，你今天不休息吗？怎么也跑医院来了？被他传染这么敬业，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小光跟我说，昨天查了一个通宵的资料，天一亮就跑过来了。查房间了。这次的手术很成功，硬脑膜外血肿已经清除了，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1周以后就能出院了。那我能去马林斯基剧院跳舞？能去，医生说能去。演出前1个月呢，你要多注意休息，还有营养。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抗癫痫还有止疼的药，记得按时服用。等你演出成功以后，记得回来做手术。谢谢你们。你把我们的女儿好。你好，肖医生，我是来看望方锦轩的。听说她刚做完手术。放心吧，手术很成功。那太好了，我能去看一下她吗？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患者还有家属的意见。肖医生，正好。叔叔阿姨，我这次来是来看望方锦轩的。哦，这里面是5000块钱，您先拿着。叔叔，我爸这些年挣的钱都供我上学了，家里其实也没多少积蓄，再加上他这次生病住院，这些钱已经是我们家能拿出来的全部了。不过您别担心，该赔偿给你们的钱，我们一定不会赖账的。现在还不上的钱，以后我们也一定会慢慢还清的。姑娘，这个钱你拿回去吧，我们不能收。要不是因为这次车祸，我们还不知道轩轩脑子里有胶质瘤，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其实呢，这是我们家轩轩的意思，他在手术前呀，了解到你们家的情况，再三跟我们说，不要再追究你爸爸的责任了。这个钱啊，拿回去交学费啊。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我带你进去看看轩轩吧，他醒过来还惦记着你和你父亲的事儿呢。走吧。肖医生，待会儿再说。真想亲眼看看你在舞台上的样子。相信1个月以后，你一定能站在马林斯基大剧院的舞台上，实现你的梦想的。我一定会的。别说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听说你在读政法大学。
上个月刚入学呢。平时业余的时候，我也会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勤工俭学吗？算是吧，也算是能给我爸减轻一点负担吧。太厉害了！千万不能让我爸妈听见，我到现在还在花他们钱。哪里有？你以后一定会比我更厉害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徐老师好。今天的饭挺咸啊。你还没吃就知道挺咸。唐花，你这个综合果仁看起来挺好吃的啊。鬼鬼祟祟的，什么电话呀？故弄玄虚呗。你们吃吧，我吃饱了。唐医生呢？唐医生说你故弄玄虚，先走了。你这脸是6月的天，说变就变啊！还没下雨，给你看就不错了。哎呦，爸回来啦！妈，医务除菌液给您放这儿了。好，回来的正好，洗手吃饭。好香啊！您做什么好吃的了？这么多菜，人家是有人要来吗？那个人早就来了，在厨房里面忙活半天了呢。谁呀？你怎么来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做了好吃的，让我过来尝尝。哎呦，你可不知道了，本来呢是想让小程尝尝我的手艺的，结果人家小程一来，咔咔咔做了这些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小程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还能亲自下厨，我觉得真不容易。他还能亲自上厕所呢。怎么说话的呢？别理他，来坐下来吃饭了啊！喝椰子水啊！谢谢您，伯母。来，女儿来喝椰子水。伯母，您坐呀，我们吃饭。米饭焖着呢，你们两个好好聊聊啊！谁让你来的？我妈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阿姨中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咱们正在食堂吃饭。本来我想跟你说的，结果我打完电话回来，你就走了。别给我找理由。我今天下午一直在客厅，你为什么不说呀？忘了。忘了？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呀？妈，你怎么偷听人家说话呢？啊，伯母也是关心我们嘛。哎呀，怎么了？没事，伯母，我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我有点激动。哎呦，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做的，激动什么呀？来，动筷子了。哎。唐花，你别生气，我不应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你讨好了我妈，咱俩就有戏了？我告诉你，没戏，一点戏都没有。你越是讨好她，我就越讨厌你，能听明白吗？唐花。麻辣香锅。好吃吧？好吃，够味辣。徐老师，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宵夜，看来就美食的份上说吧。还是我跟唐画的事儿。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徐老师，你就帮帮我吧。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再送你一句金玉良言：像你这种没有天分的人来说呢，终极大法只有一个：不放弃，坚持不懈。我一定能行。谭医生，打车呢？这个点儿不好打车，上车啊，咱们一块儿走。谭医生，谭医生，上车吧，别迟到了。谭医生，哎，谭医生，上车吧，快迟到了，科里还有一堆事儿呢。谭医生，开快点儿！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的。这回又问谁借的车呀？不是借的，租的。有钱收的。大早上不去医院，在我家门口瞎溜达啥？我没溜达，我顺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家住浦东，你顺的哪门子路呀？我来办点事儿，所以就顺路了。撒谎也不带打个草稿的，脸皮越来越厚。真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做你吃的事儿，不准跟任何人说。啊，你放心，我肯定不说，谁都不说。哎，早，徐老师。哎，刚才我停车的时候看见你跟唐画一块来的，什么情况？我租了台车，去他家楼下等他，然后他起来晚了，就叫不着车，就一块来了呗。可以啊，小子啊，金玉良言没错吧？没错没错，路上他还夸我脸皮厚呢。这是夸你吗？肖医生，患者男，50岁，因为腹胀不适，今天早上便血，怀疑自己得了痔疮，我给他做了血检、直肠指检，未见异常，不排除肠道肿瘤的可能性。要是肠癌啊？不可能，不可能！我平时很注意身体保养的。您先别急，保养是一方面，但诱发肠道肿瘤的原因呢，其实很多。除了高脂肪与低纤维素的饮食有关呢，包括肠道的慢性炎症，还有遗传等原因，都有可能诱发癌变。我等会儿帮您安排做一个肠镜检查。好吧。去那边。肖医生，你可算来了。刚才那个患者是个老中医，今天上午叨叨了我一上午了，比我妈还能唠叨。叨叨你什么了？他就说一看我就身体不好，需要调理。一会儿的功夫给我开了好多药方，什么当归啊、白芍呀，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好多我也记不住。就说我需要补血，需要调经。中医博大精深，要不你听听人家说的，去开个方子。我这一上午了，不知道是我给他看病，还是他来给我看病。有结果了再回来找我。好，谢谢。医生，报告出来了。
肠镜显示可能是早期结肠肿瘤不过您不用担心，如果是早期结肠肿瘤的话，没有发生转移，早发现早治疗，治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医生，那怎么治？要手术吗？是微创，到时候会有我们肛肠科的医生专门负责您的手术的。好，谢谢。你说，大冷天的，我真不该这时候带你来上海旅游的。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本来冬天我就容易感冒，在哪儿都一样，没事。你说这是我们第一回一块儿出来旅游，你这直接进急诊室来了，都怪我没考虑周全。哎呀，我就发点低烧而已。都38度还叫发点低烧呢？17号陈延可，请到一诊室就诊。到了，走。急诊室。医生，他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喝水都疼。嗓子发炎、扁桃体脓肿，还有一些黄色的渗出液。渗出什么？就是脓，应该是感染了。不是就普通感冒吗？怎么还有脓啊？这是常见的感染症状，不用太担心的。来，我再看一下淋巴结。淋巴结有些肿大啊。这样吧，先去查一下血常规，还有血液生化。行。行，去吧。好，谢谢医生，谢谢。你爸呀，一直觉得我照顾不好你，不同意咱们两个在一起。当时我还不服气呢，现在想想，你爸说的还真没错。你就是被我爸给打击的没自信了，在我爸眼里，谁都配不上我，明星他也不行。来，医生，出来了。您看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血常规中的 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升高，考虑是细菌感染。不是，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是，让大夫把话说完。引起化脓性扁桃体炎比较常见的细菌是链球菌。然后呢，我给你开头孢类抗生素，口服，连续吃3天，基本上就能痊愈了。那这么说，我没大事儿了？对，没什么大事儿。回家之后呢，注意休息，注意保暖，然后多喝水，然后呢，注意按时吃药，避免再次感染。这几天咱们就在酒店里好好待着吧。哎呀，我们第一次上海之旅呢。没事，身体好，咱们再来玩啊。行了，去拿药吧。哎，好，谢谢医生，谢谢。走吧。怎么了？没事，路走多了脚疼。哎，你回去让医生看看。算了，赶紧先回酒店休息吧，这2天可累死我了。也行，慢点，慢点。走啊，吃饭去。我不吃了，你去吧。没事吧？怎么了？没事，这怎么还磨破皮了？没事。走吧，小心点。你怎么崴脚了？鞋不太合脚。来，我帮你上点药。白医生，我自己来吧。谢谢啊。没事。谢谢。肖医生，你多大的脚啊？我应该是36、37吧，我这鞋在网上买的，没试。那正好跟我的一样，我那儿还有双备用鞋，我给你拿下。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我扶你。
你慢点儿。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灵芝，上午有一个来上海旅游扁桃体感染的女患者，你查一下记录。联系一下，让她马上回来复诊。哦，好。撑起来挺舒服的，哪儿买的？网上啊，比商场划算多了。肖医生，你不会看不出来白竹她对你有意思吧？我跟白医生就是同事。我又不瞎，我看得出来，白竹她对你和对别人不一样，你对她也是。你要再说，我可生气了。那我就再说最后一句，她配不上你。我说完了。干什么呢？偷偷摸摸的啊？跟你有关系吗？姐，白医生，扁桃体感染那个患者来了。好，陈志走了。一个扁桃体感染要2个医生干嘛？你不懂，白医生这是在培养陈志呢。你说医生这么着急让我们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乌鸦嘴！呸呸呸！呸呸呸！你的脚是不是受伤了？啊，我脚后跟磨破了。把鞋脱了让我看一下，趴在床上。我要撕创可贴了啊！这么严重啊？你这个肿胀很严重啊，需要开刀引流。林芝，你准备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待会儿我们得取走一些脓液，做一个细菌培养。细菌培养？这到底什么病啊？只有细菌培养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行。怎么这么重啊？我都没发现。都怪我，你怎么没早点发现呢？要准备开始了，有一些疼，你忍一下，一会儿就好。忍忍，马上就好了。这嗓子里也是这样的脓吗？现在还不知道，得细菌培养出来才能知道。马上就好。白老师，他嗓子里跟脚踝上感染真的是同一种菌吗？你认真的吗？我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细菌进入到血液里就会四处传播。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细菌的话，短时间会传播这么快吗？总算是问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啊！等结果出来吧。别灰心，徐医生说了，白医生这是在培养你呢。我也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行了，去拿药吧。好，谢谢。白老师，陈妍可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您看一下。肺炎克雷伯菌，超级细菌。这个肺炎克雷伯菌通常出现在医院，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很少能接触到。那是不是在咱们医院感染的？不会那么快。
白老师，我想起来了，我刚才给他们换药的时候，听他们说，患者的男朋友半年前因为肺炎住过2周院，您说会不会是那个时候携带的？健康带菌者，他们2个是情侣，传染概率很大。这样，你先给患者打一个派拉西林，找她男朋友采个样，送去检测。好，哎，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上手。我上。啊，谢谢白老师。我的病是大志传染给我的。对，这怎么可能啊？我没什么症状啊。你现在是没什么症状，但是半年前你得过一次肺炎，那个时候就感染了肺炎克雷伯菌，然后你的身体就一直携带这个细菌，之后就传染给了陈彦可。但之前你们都一直没有发病，这次呢是因为你们来旅游，因为过度劳累，身体太虚弱，所以就发病了。一直携带。我们从你的喉咙和鼻腔的采样中检测到这种细菌。可是我每天上班接触那么多人，也没见过谁得这样的病啊。这个细菌呢，只有通过体液的接触才会传染。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这样的细菌。这不是你的错啊，你自己也说了，你根本不知道啊。而且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很多了，是不是你们给我注射的药起作用了？对。那你们给大志注射和我一样的药不就好了？哎，对，把我身上的细菌都消灭掉。就算给你注射，也没有太大的用。为什么？因为你呢，携带这个细菌已经半年多了，身体里到处都是这个细菌，抗生素对你的作用不大。不是这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要一辈子都携带这种病菌？但如果不发作的话，对你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我要是一直携带的话，那以后不是还会传染给小可吗？很有可能。在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注意防范，这样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对不对，医生？如果我们找到更有效的抗生素，我会通知你们。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休息，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走吧。你爸说的没错，我就是照顾不好你，还把病传染给了你。大志。All right. If you have the latest treatment, please tell me. Okay. Thank you. 你来的正好。这个呢是有关预防克雷伯菌的一些资料，你可以拿回家看一看。不用了，不用再预防了。这封信，麻烦你们交给小可。我没有勇气自己告诉他，我照顾不好小可，麻烦你们了。白老师，这怎么办啊？把信扔了啊？听不懂人话，把信扔了。啊！你现在马上去找陈彦可，把他带到门口拦住他。啊！大志。你就打算这么偷偷摸摸的跑了？对不起。遇见这么点小事你就不要我了？我身上一直带着细菌，随时会传染给你。这位患者，我觉得你不用背负这么沉重的压力，你之前又不知情，日后只要做好防护工作就好了。那也一样有感染的几率啊。我们医生呢，每天面对各种的疑难杂症，也看见过生离死别的爱情，像你这么轻易放弃的，还真是不多见。
之前我们医院的林若云还有李石磊先生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林老师当时面对的挣扎比你的要痛苦得多，而且也是关乎爱人生死的问题。虽然林老师最终也选择了放手，但是是尊重爱人的意愿。感情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情，你在做决定之前，有问过你爱人的意愿吗？之前呢，我们这里还有一对老夫妇，女方因为车祸问题变成了植物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就算继续治疗，也很难再醒过来。但男方并没有放弃照顾她，还是每天给她读自己写的日记，帮助她回忆2个人经历过的点点滴滴。相信有一天她能够醒过来，再发生奇迹。其实你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已经很幸福了。如果生病了，有那么好的医生，还有那么先进的设备可以给你们治疗。你们知道吗？世界上还有很多战火纷飞的地方，那里的人如果受伤了、生病了，可能一下子就没了。相爱的2个人在一起本来就不容易，怎么能被小小的病菌打败呢？相爱的人不就是要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吗？谢谢你，医生。您说的对，我不该逃避的。我不该逃避的。对不起，小可，对不起。白老师啊，白老师啊，出什么事儿了？哦，没事儿。白老师啊，你怎么知道那封信没用呢？你小两口和好了。想要当一个好医生，你的眼睛里不仅要看到病，还得看到人。这半天你就没看到那个小姑娘看那小伙子的眼神啊？他是会因为一个肺炎克雷伯爵就不爱他了吗？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道别在心里练几遍，省略了客套的寒暄，拥抱喂饱了想念。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自己画的句点，自己画圆。